大家好，这里是秉承看盘。现在时间东八区1月28日星期三早上6点20分，美东时间1月27日下午5点23分。好的，我们直接来看盘。首先是比特币，比特币在日线级别与昨天所说的一样，在前低区间出现了一个反弹。在2小时级别，昨天摸到了2小时 EMA55，晚上跟随美股再次摸到 EMA55，凌晨呢终于突破了 EMA55，但是上方的压力非常的近，不论是在2小时、4小时还是在日线上，都指向了上方的压力在9万到9万1附近。所以如果在这里做多去搏这个反弹的话，并不是一个盈亏比非常好的交易。大趋势整体应该还是向下，所以静待这个区间的盘整结束。然后我们再重点讲一下周线。周线我昨天提到过，下周 EMA21 将和 EMA55 死叉。我们今天来从动量的角度来分析一下，这个指标叫 Market Cipher， 这根绿色的波浪呢是 Money Flow， 当它翻红的时候呢，证明资金在流出。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接近零轴了，黄色呢是 VWAP， 交易量加权价格，目前已经翻到零轴以下。蓝色的呢是动量波，目前也出现了一个向下交叉红色的点，这预示着市场的资金正在向外流出。那么我们看一下历史上出现这种情况是在什么时候？2022年，资金向外流出翻红 ，VWAP 向下下穿零轴，动量波向下下穿红色的点交叉。这一天是什么时候呢？这是2022年的4月11号，也是主跌浪的起始阶段。2018年熊市 ，Money Flow 资金流出现下穿翻红是在10月15号，2018年。在这之后，行情盘整了1个月的时间，开始向下探底。所以目前大趋势还是向下，没有改变。在中短线级别呢，只要4小时还没有站上4小时EMA233，维持看空的策略不变。这是比特币。以太坊，以太坊的反弹要比比特币强，但是上方压力在4小时EMA233 3070的位置，目前距离也不是太远。如果去搏这个反弹，同样性价比不高。BNB 反弹到了4小时 EMA233， 这个位置要留意它能不能站上去。如果比特币向下走，那 BNB 向上的概率就不大了。SOL 来了一波微反，目前接近4小时 EMA55， 依然看这个位置能不能上去。XRP 4小时 EMA55 已经抵达，如果上不去向下，如果上去上方压力在4小时 EMA233， 也刚好是1月22日的前高附近。好的，这是加密货币。我们来看一下金银。黄金依然在向上新高，但是与我之前所说的一样，如果你没有在这里做多，目前没有持有多单的话，在这里追多是非常不明智的。周线 RSI 背离，乖离率非常的大。你如果在这里追多，一个轻轻的下跌，如果是期货带了杠杆，那损失会非常的严重。白银也是一样，白银周线的十字星依然没有化解，周线略带一点背离。如果在这里追多，一旦发生回调带了杠杆的情况下，损失就比较大了。我们来看一下美股，美股 XPX500 接近新高的位置，但是明显的背离。纳斯达克上破了颈线，如果不跌回，有可能创造新高的机会。商品期货大部分与前一天没有太大区别，我们着重讲一下结构比较明显的品种。首先是原油，原油突破了前颈线，构成了一个双底或者是杯柄的形态，但是日线 EMA233 在上方不远，看如果摸到回踩再上破会比较靠谱一点。其他天然气、铜都跟之前没有太大区别，就不说了。然后我们看国内的期货，上期所金银铜没有变化，我们着重看一下橡胶，橡胶依然在这个颈线附近震荡，这个地方要观察接下来几天会不会上破。合成橡胶呢，在上破之后来了一个十字星，周线又是一个9，那么这个回调会不会回踩颈线？如果回踩颈线不跌破，那么向上的趋势不变。
其他品种除了化工以外，与昨天没有太大变化，所以我们着重看一下化工产品。首先是 PTA，PTA 在突破颈线后来了一波回踩，日线 EMA 233，如果在这个位置守住向上，那么这个突破依然有效。PX 目前还没有完全突破，可以再观察一下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大商所的品种，大商所 PVC 依然没有上破，等待机会。大商所塑料上破回踩收回，上破结构依然有效。因为大部分行情与前一天没有太大变化，所以今天的节目比较短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看盘，我们明天见。